2017年9月30日，一架空客 A380客机在北大西洋上空高空巡航时，遭遇了近代航空史上最为严重的发动机故障之一。当时，直飞巴黎至洛杉矶航线的法航066号航班机舱内，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巨响，飞机4台发动机中的一台发生严重解体，整个前风扇组件在飞行中彻底脱落，瞬间撕裂了发动机短舱，碎片四散飞溅至空中。机组人员临危不乱，迅速备降至加拿大古斯贝机场，最终实现安全着陆，但涉事发动机已完全损毁，无法修复。调查最终将故障根源锁定在发动机风扇骨上，这一承载风扇叶片的大型旋转部件由钛合金 T64 锻造而成。这本是航空领域的常规选择，钛合金凭借优异的性能，本就是这类高性能场景的理想材料。但调查人员深入查明失效机理后发现，问题并非源于过载、设计缺陷或常规疲劳，而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隐患，一种仅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显现的材料固有弱点。这一事故也迫使整个航空工业重新审视钛合金的应用方式与安全边界。要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深入钛合金的内部，一路探究到原子尺度。将一块纯钛放大到极致，你会发现，与所有金属一样，其原子以规则的网格状晶格紧密排列。这种结构的基本单元是重复的六方晶包，即密排六方结构 HCP。这也是室温环境下钛的原子排布常态。当温度升高至882°C时，钛原子会在另一种构型下变得更稳定，并发生明显的相变，从密排六方结构转变为体心立方结构 BCC。此时原子的排布会变得更为疏松。低温状态下的密排六方结构被称为 alpha 相，高温状态下的体心立方结构则被称为 beta 相，而相变发生的临界温度被称为 beta 转变温度。alpha 相与 beta 相的力学行为差异显著，核心原因在于二者的晶体几何结构不同。密排六方结构的 alpha 相可启动的滑移系更少，晶格缺陷难以移动，因此其强度更高，刚度更大，但塑性相对较低。同时，其致密的结构也使原子难以在晶格内迁移，因此 alpha 相比 beta 相更能抵抗如变等与时间相关的变形，在高温环境下的结构稳定性也更出色。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纯净的钛，即便纯度极高的钛也会含有微量杂质，例如氧、铁、氮、碳、氢等。其中氧对钛的性能影响最为显著，氧原子会嵌入钛原子的间隙中，扭曲晶格结构并阻碍缺陷运动，进而有效提升材料的强度。杂质含量低于1%的钛被称为工业纯钛。根据杂质含量的不同，工业纯钛分为4个等级。通常来说，杂质含量越高，尤其是氧含量，钛的屈服强度就越高，但塑性会随之降低。工业纯钛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和良好的塑性，但强度相对偏低，因此更适用于化工设备、医疗器械等场景。这类场景中，对环境耐久性的要求远高于对力学性能的要求。而在紧固件、压力容器、航空航天部件等对高强度有硬性要求的领域，人们会将钛与其他元素进行合金化处理，以此获得更优异的力学性能。铝、氧等属于 alpha 稳定元素，它们能提高 alpha 相转变为 beta 相的温度，使相变过程在一定温度区间内逐步完成。此时 alpha 相与 beta 相可同时共存。钒、钼等属于 beta 稳定元素，它们能降低相变温度，若添加足量，甚至可将贝塔转变温度降至室温以下。基于此，钛合金主要分为3大类： alpha 合金、贝塔合金和 alpha 加贝塔合金。其中 alpha 加贝塔合金综合了 alpha 相的高强度、抗如变性与贝塔相的良好塑性，性能均衡，因此应用最为广泛。其中 T64 钛合金含有6%的铝和4%的钒，其用量占所有商用钛合金的半数以上。而法航066号航班故障风扇骨所用的正是这种钛合金。alpha 加 beta 合金的一大核心优势是可进行热处理，通过精准控制加热温度、保温时间和冷却速率，就能调控 alpha 相与 beta 相的比例和排布方式。钛合金对加工工艺极为敏感，仅通过调整热加工路径，同一化学成分的钛合金
就能获得多种不同的显微组织，进而具备不同的性能。最重要的3个变量，其中一个是温度，将钛合金加热至贝塔转变温度以上，原有阿尔法加贝塔组织会完全转变为均匀的贝塔相。冷却后，原始贝塔晶粒内部会形成阿尔法片层，这些阿尔法片层被残余的贝塔薄膜分隔，这种组织形态被称为片层组织。若采用快速冷却的方式，阿尔法片层会变得更加细密，取向也更为多样，进而形成特征性的网篮组织。当钛合金加热至低于贝塔转变温度时，冷却前就已同时存在阿尔法相与贝塔相，其中原始的阿尔法晶粒保持稳定，贝塔相则会在冷却过程中转变为细小的次生阿尔法片层，整体形成等轴组织。这也是 P64 钛合金出厂供货时的常规状态，即炸至退火态，也是在意部件中最常见的显微组织。如果将钛合金加热至略低于贝塔转变温度，冷却后会保留部分等轴 alpha 相，同时形成片层区，最终形成兼具等轴晶与偏层结构的双派组织，综合性能更具优势。如果将钛合金从贝塔转变温度以上进行淬火处理，贝塔相会瞬间转变为细密的针状 alpha 片，即马氏体组织，其晶体结构仍为密排六方，但由于冷却速度过快，原子来不及充分重排，晶格会处于畸变、受应力的状态。后续将其经约500摄氏度的时效处理，畸变的 alpha 片会分解为细密的 alpha 与贝塔混合组织，大量的相介会显著阻碍位错运动，从而大幅提升钛合金的强度。不同的显微组织适配不同的应用需求，等轴组织抗常规疲劳性能优异，偏层网篮组织兼具强韧性与耐高温性，马氏体组织则具备超高强度。钛合金主要应于高性能场景，其高昂的成本由3大核心优势支撑：优异的高温性能、突出的耐腐蚀性以及无与伦比的比强度。SpaceX 公司在早期设计猎鹰9号火箭时，扎克舵最初采用的是铝合金，但铝合金无法承受火箭载入大气层时的剧烈气动加热，最终工程师将其更换为钛合金，才使扎克舵能够反复耐受极端高温，进而实现火箭的真正可重复使用。钛的耐腐蚀性同样十分出色，当新鲜的钛表面暴露于空气中时，会瞬间与氧气发生反应，生成一层极薄且结合紧密的二氧化钛钝化膜。当膜厚达到约5纳米时，生长会自动停止。这层钝化膜能有效阻隔内部钛金属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使钛在多数环境中的耐蚀性远超传统结构金属。在人体内部，氧化层带来的耐蚀性与化学稳定性，赋予了钛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因此钛被广泛应用于种植牙、髋关节置换、接骨板等医疗器械。更特别的是，人体骨骼可通过骨整合过程，直接与钛的氧化层结合生长，形成牢固且持久的连接。天然形成的氧化层就已经具备了优异的耐蚀性，但在工业生产中，人们常通过阳极氧化工艺，人为可控地增厚氧化层，以提升钛键的耐磨性和绝缘性。其工艺原理为将钛键置于电解液中作为阳极，以不锈钢为阴极，施加电压后，电解液中的氧会穿透原有氧化层，与下方的钛发生反应，氧化层厚度可精准控制至200纳米以上。当氧化层厚度接近可见光波长时，会发生薄膜干涉现象，使钛键呈现出鲜艳的色彩。这原理与肥皂泡油膜表面的彩虹色完全一致。钛键的具体颜色由氧化层厚度决定，无需添加任何染料或涂料。钛之所以能成为航空领域的关键材料，核心原因在于其超高的比强度。钛的密度约为钢的1.75%，铝的1.67倍。经过热处理的 T64 钛合金屈服强度约为900兆帕，远超高强度铝合金，与多数结构钢相当，而重量却不足钢的60%。其比强度全面优于传统结构金属，因此被大量应用于飞机起落架、发动机压气机叶片、盘、轴、框架以及风扇叶片与鼓等关键部件。在现代民航客机中，钛合金占机身结构重量的比例约为15%。那么法航066号航班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故发生后的数月里，搜寻队在格陵兰冰盖展开了大规模的残骸回收工作，部分关键碎片深埋于积雪之下，耗时近2年，借助试验性雷达技术才最终被找到。法国事故调查部门通过对残骸的深入分析，最终锁定了故障原因。结论令人意外，风扇谷在服役初期就已萌生裂纹，且裂纹持续扩展，最终导致灾难性失效。更关键的是，该裂纹并非常规疲劳裂纹。按照常规疲劳评估标准，这一风扇谷仅使用了设计寿命的1/4就发生了失效，导致这一事故的真正元凶是钛合金的一个隐蔽弱点——冷驻留疲劳。常规疲劳由循环载荷导致，裂纹会随着应力的反复作用逐步扩展。冷驻留疲劳是循环载荷中包含高应力持续保载阶段。这种载荷状态在航空发动机旋转部件中十分常见，例如飞机起飞、爬升阶段，发动机推力大，部件会承受持续的高离心力。这里的冷是指失效发生在远低于熔变等高温时效变形的温度，甚至在室温环境下也可能出现。这种失效现象的根源在于钛合金中的 alpha 项密排六方结构的各项异性十分显著。当载荷垂直于六方面时夹时，其刚度远高于载荷平行于六方面时的刚度。在 T64 等 alpha 加贝塔合金的等轴组织中，单个 alpha 晶粒内的晶体取向是一致的，据此可分为2种类型。部分晶粒的取向易发生变形，被称为软晶粒；部分晶粒的取向更难发生变形，被称为硬晶粒。当载荷作用时，软晶粒区域的变形量更大，且在保载过程中会持续变形，导致载荷逐渐向硬晶粒区域转移。如果晶粒取向随机分布，应力会实现均匀重分布，不会产生安全隐患。但当大量取向相近的 alpha 晶粒聚集在一起，形成微支构区红区时，硬晶粒区域内部没有软晶粒来分担应力，周边软晶粒的持续变形会使载荷不断向硬晶粒区域集中，进而形成应力集中，最终诱发裂纹。调查结论显示，风扇谷的某一微支构区在驻留载荷的作用下加速萌生裂纹，随后在循环载荷的持续作用下，裂纹不断扩展，最终导致风扇谷断裂失效。在此之前，冷驻留疲劳被认为主要影响 alpha 合金，而此次事故是航空工业主力钛合金 T64 的载翼部件首次因冷驻留疲劳发生失效，其影响极为深远。即便2件钛合金零件的成分、强度、塑性完全一致，且通过了所有标准测试，也可能因内部晶粒组织的差异导致其驻留疲劳寿命相差巨大。事故发生后，航空行业迅速展开整改，优化钛合金制造工艺，减少微支构区的形成，开发晶粒取向检测技术，提升检测精度，收紧载翼机队的早期裂纹检测标准，防范同类风险。钛无疑是一种卓越的材料，数百万件钛合金部件每天都在全球各地的航班上安全服役。但法航066号航班的事故也表明，即便经过充分研究的材料，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出现意外行为。而有时，正是一次这样的失效事故，推动着人类对材料的认知不断向前迈进。好了，这期啰嗦了这么多，希望你能够喜欢，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